大家好，我是潇洒的人类。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在秦岭山里研究萤火虫的一些感触，顺带着聊一下我在家里饲养萤火虫的方法。先在这儿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萤科。萤科是鞘翅目里面的一个科，在全世界有2000多种，俗称萤火虫。依照成虫的活动规律，可分为昼行性，也就是白天活动的；昼夜两行性，白天晚上都活动的；和夜行性，只有晚上活动的这3种类型。依照幼虫的生活环境，又分为陆栖、水栖和半水栖3类，能够发出的颜色也挺多，有黄色、橙色、红色和绿色。除了一些昼行性的种类外，萤火虫的卵、幼虫、蛹、成虫都能发光，但是我只见过黄色和绿色光。它的一生是这样的：成虫会飞以后，它的使命就是繁衍后代，大概7至10天就会死去。所以有好多人说萤火虫养不活，其实我们一般饲养的都是幼虫，因为幼虫可以活将近10个月。这个物种比较特别，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，属于中性的昆虫，非益虫也非害虫。国内目前没有对它进行定义，虽然它吃蜗牛，但并不是农业捕食性益虫的主要种类。在我看来，无论是害虫或者是益虫，都是获得利益者给它们的定义。目前在城市里已经看不到它们了，说明我们正在侵占它的领地。它的数量其实很多，只是我们很少见到。我们早已习惯依赖科学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，早已打乱了自然界的秩序。蜂蜜能卖钱，你就养蜂蜜；虫子破坏蔬菜果园，你就喷农药；果实长不大，就上膨大素；晚上太黑，就将晚上照得比白天都亮。我没有说这样不好，只是为什么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，让我们生活更和谐一些，少一点污染。我以上说的这些都是导致萤火虫消失的原因，也是很多物种消失的原因。其实每年到了夏季都会经常去山里，我喜欢这里的感觉，所以3天2头就会去山里。今年进山里还有一个事情要做，那就是观察我前几年富裕的萤火虫。但是当我今年走遍秦岭北路后，发现很多地方的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可能是因为这2年我们这里突然出现了好多露营基地导致的。其实我本人也很喜欢露营烧烤，但是今年去了之后，我发现垃圾比以前多的太多了。当我看到这么多垃圾，我的心就凉了一大截儿。萤火虫是不可能在生活垃圾多的地方存活的。我也不是说建造露营基地会破坏环境，只是觉得为什么不能将垃圾好好处理一下呢？库域是我在秦岭北路发现最干净，也是环境保护最好的峪口。野生动物也最多，野猪、豪猪、果子狸、狗獾、鹿、豹猫、熊等等，这几种不经常见到的动物，我都在库域见过。我之所以在说萤火虫之前感慨一下环境污染呢，那真的是在有人开发那地方之前，萤火虫是一堆一堆的。但当我今年再去的时候，只有零星的几只，而且还是我用灯从半山引过来的。我喜欢这种虫子的原因就是观赏，就是因为我儿子小的时候一个问题，他问我萤火虫是真的吗？我当时莫名的有一种悲伤感。我可不想以后告诉孩子们有一种虫子会发光的时候，孩子们露出一脸惊愕的表情，满脑袋问号。而国内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点，研究萤火虫的人也非常的少。我倒是看到台湾有几位老师很专业，日本也有人专门去饲养研究。我也是通过看他们的视频学习的如何家养。这是我发现的雌光萤，个头很小但很亮，也是我觉得比较好饲养的一个品种。因为它是陆生的，只要是潮湿的沙土当底，通风，温度不要超过30，活得都挺好。因为夏天在城市里的话，温度控制在25以下是有难度的，除非一直开空调。它在野外的生存环境是这样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干净。但是再怎么不干净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没有塑料袋？没有太多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，这地方就在一户农家乐的门口，
户主将门前卫生搞得很好，这就是所谓的平衡点。这位老板告诉我，他小的时候用腐烂的木头做一把剑，放在河道边一晚上，等第二天晚上再去拿的时候，这把剑就会发光，而现在没有了。他说的应该指蜜环菌，现在肯定没有了。还见过满身发光的虫子，他说的应该是大一点的磁光蝇。听老板说这些，在城里长大的我反正没见过。今年虫子数量太少，我也没往家里带。我去的这位农家乐老板有一个女儿，她经常晚上观察各种虫子。她告诉我，去年她家门口有好多磁光蝇，到晚上一开灯，后面山坡上也会分来好多窗蝇。今年确实见得少。她分析是因为他们那里装了路灯，而且路灯开启的时间和萤火虫活跃的时间是冲突的，所以去年在家门口的土堆里面有好多亮光。去年因为有山洪，所以峪口基本都是半封闭状态，没有人的情况下，环境肯定很好。到晚上我走的时候，带回了一只小的磁光蝇。其实养什么东西之前，了解它在野外的生存环境是很重要的。只要在家里模拟它在野外的环境就行，在家里自然没有它的天敌，而且食物充足。但是我发现在家里饲养的话，需要科学饲养，因为在北方的话，家里模拟野外的生存环境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北方的朋友在家里需要更科学的饲养。因为不是生态养殖，所以卫生方面要特别注意，至少2天就要清理一次卫生。我记得上次带了几条幼虫回来，发了一个他们进食的朋友圈，好多人问我哪个是萤火虫。好多人不知道，萤火虫会飞以后叫成虫，它们的寿命也就10天半个月。成虫以后的任务就是繁殖，繁殖完成之后就会死去，它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幼虫期度过。希望大家以后去野炊露营的时候，注意不要破坏自然的环境。地球不属于我们，而我们属于这个地球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。天气慢慢转凉了，再进秦岭可能就是纯看景色了。下期视频给大家介绍我接到家里的一个新宠物——贾丁式鹦鹉。我们改天见，拜拜。